三星刚刚发布了其2022年最重磅的旗舰智能手机三星 Galaxy S22 系列，同时还发布了 Galaxy Tab S8 系列3款平板电脑，其中顶级机皇 S22 Ultra 搭载了峰值亮度超过1750 nit 的2K 120Hz LTPO AMOLED 屏幕，搭载了1亿像素主摄和10倍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配备了5000毫安时电池和骁龙8 SoC， 并且成为 S 系列首款支持 S 攀手写笔的产品。这次 S22 Ultra 还采用了与前代 Note 20 Ultra 极为相似的硬朗边角设计，在外观上有较高辨识度。在三星大刀阔斧砍掉 Note 系列后， S 系列可以说已经很好的延续了 Note 系列的一部分传统特色。三星 S22 系列的硬件配置其实早在发布会之前就已经被基本曝光完毕，甚至连价格都已经给出，因此大家最多的期待就是发布会上三星会不会带来什么惊喜或者黑科技。最终，三星虽然带来了一款硬件配置极其豪华、软件优化细心的安卓旗舰机皇，但非常亮眼的突破性软硬件创新却并不多。当然，既然是新品发布，免不了聊聊价格。这次三星 S22 系列的定价依旧对标苹果 ，S22 起售价799美元 ，S22 加起售价999美元，而 S22 Ultra 的起售价格则来到了1199美元。三星 Galaxy Tab S8、S8 加、S8 Ultra 的起售价格分别为699.99美元、899.99美元和1099.99美元。1亿像素连续打磨第3代夜景拍摄防抖是重点。首先一上来，三星还是重点介绍了 S22 系列在影像方面的提升，影像拍摄也历来是三星 S 系列最突出的优势项目之一。对于三星 S22 和 S22 加两款中高阶机型采用的5000万像素主摄、1200万像素超广角和1000万像素3倍光学变焦镜头，大家都不陌生了。这些参数在安卓阵营已经基本是起步配置了。S22 和 S22 加相机配置，除了硬件配置，各种 AI 算法对于图像的处理也是没有缺席。总之，就是通过算法让相机获得更多传感器原本捕捉不到的信息，从而让拍照效果更加讨喜。值得注意的是，三星特别强调了 OIS 光学防抖在主摄、长焦中的应用，其能够带来58%的稳定性提升，单看纸面提升幅度不小，不过具体效果如何，还需要发布会后实际检验。这次三星 S22 Ultra 机皇的拍照规格虽然豪华，但却在意料之内。1亿像素主摄继续沿用，10倍光学变焦潜望式镜头也一并配齐。从硬件角度来看，总体上没有特别多的亮点。夜景拍照基本上已经成为各家必然要重点对比的拍照场景。从 S21 Ultra 和 S22 Ultra 的夜景拍照对比，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在色彩真实性、细节保留程度以及画面对比度上 ，S22 Ultra 都要明显更出色。屏幕峰值亮度再创新高，基带边框设计看起 iPhone 屏幕也是三星手机历来的强项，毕竟三星自己就是全球第一大屏厂。最新的 AMOLED 屏幕材质，超过1750 nit 的峰值亮度，以及120Hz 自适应刷新率这些顶级参数，可以说是一应俱全。三星向来不会在屏幕硬件素质上留有任何遗憾，屏幕表面也采用了升级版第7代康宁大猩猩玻璃 VIC-DAS， 名为 VIC-DAS 加。在软件方面 ，S22 系列的屏幕都支持 Vision Booster 技术。简单来说，就是手机会根据周围的光线环境，自动调整显示色彩对比度，让显示的画面看起来更舒适。值得一提的是，三星 S22 的屏幕尺寸仅有 6.1 英寸，而屏幕素质却基本保持一致，整机重量也保持在了168克左右。可以说，小屏党们又有了新的选择。目前主流厂商中只有三星、苹果和小米还在旗舰手机系列中推出小尺寸版本，而这三者也是目前全球手机出货量排名前3。虽然小尺寸机型在销量上并不是主力，但不可否认，拥有旗舰配置的小屏手机，其市场规模是不可小觑的。这次 S22 Ultra 这款机皇在外观设计上比较有特点，其屏幕4角采用了比较硬朗的设计，总体上看跟前代的 Galaxy Note 20 Ultra 颇有几分相似，这也让它的屏幕尺寸进一步增加至 6.8 英寸，比 iPhone 13 Pro Max 还要稍大一些。这次令人比较惊喜的是，三星 S22 和 S22 加的边框控制十分出色，从肉眼上来看，几乎已经做到了4边等宽。此前只有苹果的 iPhone 系列做到了几乎4边等宽，而安卓旗舰机基本上都是下边框，要略微宽于上边框。可以说，在屏幕封装工艺上，三星这次又上到了一个新台阶，给了一众中国安卓厂商不小的追赶空间。
三星这次可能已经提前看到了骁龙8在中国移动安卓旗舰机上的表现，为了应对骁龙8的高功耗，这次三星 S22 Ultra 直接配上了一块5000毫安时的大电池，不过充电功率依然维持了与上代相同的45瓦，不禁令人感叹，三星在快充这件事上真的是慎之又慎，其中缘由自不必多说。对于三星来说，充电的安全极大概率是排在第一位的。4. 手写笔首次亮相 S 系列，瑞声科技 X 轴马达抢镜。这次值得大家注意的一点是，三星第一次将手写笔 S Pen 带到了 S22 Ultra 中。此前手写笔一直是三星 Note 系列的配置，能够看到，在三星大刀阔斧砍掉 Note 系列，将重点放在 S 系列和折叠屏手机上后 ，S 系列还是集成了一些 Note 的特点，手写笔就是最直观的体现。三星这次把这只手写笔的延迟再次降低了70%，幅度还是非常明显的。配合这块6.8英寸 2K 加分辨率的高素质大屏幕，用户可以获得更好的书写和绘图体验。值得一提的是，三星 S22 Ultra 这次在加入了手写笔的同时，还能保持5000毫安时电池容量，实属不易。这对于机身内部硬件堆叠能力的考验是显而易见的。据介绍，此次三星 S22 系列搭载的 X 轴线性马达是由中国瑞声科技提供，独家定制。目前瑞声科技几乎是所有中国主流手机厂商旗舰手机的高端马达供应商，并且大有逐渐走到前台发声的趋势。前不久，卢伟冰在预热下周即将发布的 Redmi K50 系列时，就重点提到其搭载了一颗小米与瑞声科技独家定制的 X 轴线性马达。5. 屏能否与苹果 Mi Neo 的掰手腕？刘海设计抢眼。这次三星还发布了 Galaxy Tab S8 系列平板电脑，也分为了 S8、S8 加和 S8 Ultra 3个型号，尺寸由小到大分别为11英寸、12.4英寸和14.6英寸。其屏幕应该说是最大的亮点。Tab S8 Ultra 搭载了一块2960×1848分辨率 120Hz 刷新率的 AMOLED 屏幕，是目前少有的 OLED 屏幕平板。目前所有苹果 iPad 系列采用的都是 LCD 屏幕或者 Mi Neo 屏幕，不过安卓阵营的一些旗舰平板此前也曾采用了 OLED 屏幕，显示效果的确相较 LCD 屏幕提升比较明显，尤其是在对比度、色彩表现以及延迟响应方面。有意思的是， Tab S8 采用了刘海屏的设计，这也是因为其边框进一步做了收窄处理，不禁令人感叹，超窄边框和刘海屏难道必须共存吗？苹果看了或许会直呼内行。Tab S8 Ultra 这次搭载了一块112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45瓦充电，配合骁龙8芯片，续航表现值得期待。此次三星发布的 S22 系列智能手机和 Tab S8 系列平板电脑，在硬件配置方面可以说是堆料不手软，而软件适配方面也可圈可点。随着三星组织架构的调整以及管理层的人事变动，有消息称，三星目前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重拾中国市场。从当初中国市场第一到如今，出货占比不到1%，三星重回中国市场仍然有多座大山要翻越。小米、荣耀、OPPO、vivo 等手机巨头的激烈围追堵截，也将成为三星必须要面对的挑战。